What's up, guys？ 一般呢，我们在拍照的时候，35mm 跟50mm 呢都是大部分摄影師的首選。为什么呢？一般这个焦段呢非常通用，50mm称为标准镜，所以标准的视角呢就是50mm我们一般肉眼看出去、单眼看出去的视觉范围。而35mm呢，现在可能更加被一般摄影师广泛认为是新的标准的焦段。为什么呢？使用无反相机的时候呢，多少人会看一镜幕来进行取景，像使用观景窗一样，要靠近眼睛这样子观察。因此，手背往前伸的拍摄效果呢，其实50mm就显得比较窄，而35mm呢就显得好像比较接近以前使用标准镜的范畴一样，感觉比较舒适一点的视角。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房子 ，Canon EOS R 加上24L， 同时也用 Sony A7S III 来记录一下 A7S III 它的 FL 指数感觉真的很不错呢，蛮好看的。今天天气还不错哦，来淡水出差，难得有这么美的。就是著名的文化阿给初体验啊，10客旅行出任物资周杰伦套餐 ，Go Go！ 阿给的原料豆皮跟粉丝还有鱼浆，太赞了吧！耶，到石门洞终于等到退潮，可以到桥上拍个照 ，Amazing！ 而且潮间带呢有各式各样。充满生物的痕迹呢。以往呢，我都是坚定的50mm焦段的使用者，因为它是个标准焦段，基本上比较少畸变。同时呢，一开始学摄影呢，是为了帮自己的画作进行翻拍，而进行翻拍画作这样的要求就是要画面不能有扭曲，也不能够有很多透视变形啊之类的。因此，50mm焦段呢是翻拍画作的最广焦段，同时50mm焦段用久了，你会觉得习惯那样子自然没有透视变形、太夸张的效果。他们的主题近大远小，我通常在凸显主题上呢，标准镜它可以很好的、很明确告诉我们他们中的主题是什么。同时呢，它可以很好的跟背景进行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离。比如说，我们框景大小约在70公分到1.5公尺。这样的范围的主体，它跟背景的关系很明显，可以看得出主题、背景它的分界。因此，50mm很好的可以凸显你想要拍摄的重点。画面的重点呢，这张照片就会明显的比较让人家可以知道说你在拍什么。而相较于35mm 以前是我非常极力避免使用的一个焦段，因为通常来讲，使用广角就会要求比较明显的广角张力，而使用标准镜呢，就可以获得很自然视角、很自然的透视。如果你要凸显主题，可以用望远镜头来获取明显的主题分割啊，或者是背景更加模糊等等效果。而35以往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特色不明显、点稍微的透视扭曲感、画面的歪斜感比较严重啊，相较于50mm而言，可是它又不够广，因此呢，以前是基本上会避免使用35。要么就用广一点的28、24、20、16，不然就是用望远一点的，比如说50、85。现在也很好奇的是，很多摄影师呢都极力的推崇35焦段，推崇它万用的取代标准镜的焦段。为了自我证实35mm焦段的魅力，因此呢，有好几年时间我都刻意的多利用35焦段来进行各种摄影题材的拍摄练习。来自我验证一下，为什么这样的焦段会广为大家所推崇。而用久了，确实开始觉得35mm它的魅力所在，就是它很自然的将你眼前想要框景的景物呢，就可以把它拍摄进来。拍完这样的小广角之后呢，就会觉得说，画面说故事的能力确实比50mm一般的焦段而言呢，有了更多的优势。为什么呢？它可以带入一点画面更多的周边元素，呈现一点背景情节，可是又不会让主题小到像广角镜一样，你要很费劲的去找出主题或者是摄影者意图。可是它又不会像50mm一样，背景的 range 比较小，
你会很难再从画面中得到更多故事情节的暗示。因此，也慢慢体会到为什么35 mini 是一种人文街拍，大家会想要使用的焦段。但50 mini 我现在用起来还是非常得心应手，也是一种肌肉记忆。可是多熟悉一点35 mini， 反而拓展了更多摄影的视角。具体而言呢，他们的焦段跟视角差异其实并不算非常大，也就是标准镜跟小广角这样的区别。可是他们的画面观感上给我们的差异什么呢？就是标准镜画面是有距离感，离得比较远一点去观察的情形，是35 mini 视角好像是更贴近一点，好像更靠近一点，更走入场景中，就差那一步的距离，好像我们就走进一个故事中。4人来到龙凤谷拍摄，特地呢带了富士的我们的 X-T3， 以及使用了这个 Tokina 的23 f1.4。使用体验呢其实相当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金属结构，不管是遮光罩材质啊，还是镜身，还是光圈环等等，都是有一种非常 solid 的感觉。即便是它的光圈环可能是塑胶制的，可是它镜身还有对焦环，还有遮光罩，那妥妥的金属质感呢，都在手上有一种人家很强信赖感。抽起来，除了光圈环它无声的设定有点太古溜之外，其实一切操作呢都非常的适当。只要适应了那种无声光圈环，基本上它上手的感觉呢还是跟原厂镜是差不多的。再加上它的造型呢是偏圆滑一点，其实相当温润，相当舒服呢。而且在拍摄各种题材上呢，其实它的 f1.4 就给我们很足够的想象力，可以在拍各种题材呢都可以发挥很多细节描写。当然在户外这种场景，适当缩减光圈，画质更是毋庸置疑的令人满意呢。所以在拿起这样的23等效35的这样的焦段之后呢，我会觉得其实35 mini 真的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压力的随时拿起来就拍。当然一开始接触35 mini 的时候，总是印象停留在便宜的变焦镜的起始焦段，比如说3570啊那种很便宜的短定焦镜所搭载的，好像就是平平无奇，没什么特色的焦段。但是想不到真的使用定焦去训练上手之后，反而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很轻松随手拿起来就拍，没有压力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框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用的镜头焦段哦。可是呢，如果你觉得很想要拿起来就上手拍的话，最好还是选择像 APS-C 这样的相机，比如说这个 Tokina 的23 f1.4X， 它的体积重量就非常小，同时光圈也可以到 1.4。如果是全幅35要到 1.4 的话，恐怕就不只是这么小颗、这么轻量可以随身拿起来就拍的程度了。全幅的话，如果是像 Sony 用它的 F135 f1.8， 又轻又小，也是可以得到跟 APS-C 系统组合一样的体积，方便携带的话，也是可以轻松的记录你的日常生活。50 mini 可以轻松的分割背景，营造比较强烈的主题意识。而35 mini 呢，它可以扩张你说故事的范围，带进更多元素，主体的小小的变形，有点小小的广角张力呢，都是我们在创作上可以运用的视觉效果。但在现在使用无反的相机时代呢，其实这两个焦段应用上都会产生一点困惑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拿相机拍照呢，都是将手臂伸长，透过后面的一机幕来观察你所要拍摄的主题构图以及细节等等，不像以前呢使用光影窗，而这样的一来一往呢，它们之间的距离就差了将近15公分到20公分。甚至如果你将手臂伸长的话，跟靠近眼眶这样取景，差距有70公分吧。但一来一往呢，似乎就觉得说，以前使用35 mini 是有点小广角，可是当你把35 mini 这个距离范围往前拉的时候，似乎就变成50 mini 半焦段。相对而言呢，以前的50，我们必须要靠近眼睛，透过 EVF 这样看取景的时候，现在如果一把它拉长，就会似乎变成像70 mini 那样的小望远。因此呢，在这个无反时代，一切呢都还是要重新适应呢。既然这些焦段呢对我们的知觉影响都有相当明显的差异，那为什么我们不就拿一支像是2470的变焦镜就 cover 到我们所谓的50啊、35这些焦段的变化 ？Of course， 当然我们可以运用变焦镜，可是变焦镜基本上它的拍摄意识呢就已经非常不一样。变焦镜它可以瞬间的改变你的 range， 甚至改变你想要的透视，也因此呢，你会觉得拿一支镜头，其实你会不晓得你到底要拍什么的感觉。可
就是你可以随时框取整个场景，或者是突出一个里面人物的半身特写。可是一来你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开始在拍摄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先 say 好你的拍摄意图 end up， 说你不知道到底该拍什么好的一种惶恐焦虑感。但是如果你开始拿的是定焦镜，你的焦段熟悉，你的构图明确，你知道你会框出什么样的构图，你可以知道说你退后可以拍到怎样的画面，往前可以拍什么样的画面。50mm 退后拍，你可以拍出非常横平竖直、干净的、清晰的场景透视；近拍呢，可以拍出主题凸显、景色明显的好照片。而35mm呢，你可以轻松的拍取整个场景，你退后1、2步就可以拍出整个场景。同时，你近拍，然后稍微相机tilt up、tilt down， 稍微倾斜一点的话，你就会拍出非常漂亮的透视线条。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控制，让画面没有任何歪斜，呈现出踏入场景中那么一点点微广角透视感。这些呢，都是使用定焦镜我们可以预期的乐趣。而变焦镜呢，你就要控制你的变焦环不要转动，适时的再多用那灵活的变焦特性去做创作了。经历过 F135 Sony 的那个优质表现，以及这颗全金属非常漂亮质感的 Tokina 等效35，让我对35的感情呢日益加深。我觉得35其实实战验证是个非常可靠好用的焦段，它可以表现多一点点周边的景色，一点点比广角镜而言呢，它又比较干净；对比标准镜而言呢，它又可以适当的扩展你的视野，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哦。即便拍起来也是有一点平凡的感觉，但是也可以激励我们再去试看不同的高低视角啊、左右横移啊，试看不同的透视强调，看看能不能在平凡视角里面找出你独特的 style。所以35mm 要用得好的秘诀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拍照的时候，除了把你的目光焦点关注在怎么样呈现主题的清晰度之外呢，你可以将目光稍微挪到它的背景跟它的四周，去记录多一点点背景的元素进去。或许这样子不用强求把每个主题都框得那么紧，摒弃将主题框得很紧的这种想法，就会更容易的上手35mm这样的大家都推崇的焦段。